안녕하세요，我是秋葵。上一支影片看了吗？我喝很醉，但是刚刚，可是你们看到，可能已经隔了1个礼拜。喝完酒之后，通常想要干嘛？就是吃点泡面吧。不觉得喝完酒之后吃泡面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就是喝到很累之后，然后自己去泡一碗泡面，会觉得很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实测网络上流传的怪异泡面配方。你们看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食材。大家觉得我应该要先吃什么？你觉得嘞？先吃乖乖的。乖乖会拿来搭配什么呢？就是它辛拉面。会好吃吗？我忘了做一件事情大家都吃过辛拉面吗？辛拉面就是面如其名，辣。我觉得超辣，因为我其实蛮怕辣的。可是你想哦，如果有放了甜味的乖乖进到辛拉面里面，感觉会把它的辣度下降。它是不是应该可以再打颗蛋进去？也可以啊，感觉可以打颗蛋进去。那我们等一下就辛拉面加乖乖加蛋。继上一次在我家发生的事故之后，我在我们的摄影师家里面曾经就是弄坏他们家锅子。今天我要来挑战煮泡面，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打开辛拉面之后，可以先开火，先开火。对，好像生活白痴，还需要人家教怎么开瓦斯，救命哦！我现在脸还会很红，其实还好，而且我觉得打这个光起来就看起来好红润红润的感觉。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那你就喝一点酒吧。打开辛拉面之后，你会看到2个调理包，这应该是辣的吧？这应该就是它的一些干料吧？我猜里面辛拉面里面有干料吗？不知道我没吃过。那我们等一下打开就会知道了。大家看到它在冒烟了吗？看到水滚之后，就可以添加料理包。这应该不用教吧？我是不是需要一双筷子啊？好难好难。现场倒不完的汤包，真划算。我会害怕的东西，但是今天就是为了你们，我今天会全加。我平常只加1/3，怕辣的。你有吃过原本的辛拉面？你说原本的辛拉面是指？就是单吃过的辛拉面。有，就是只会加1/3啊。好，开始香味出来。这时候呢，当你汤包下完了之后，你就可以下蛋，可以把汤下，它就不会沾黏。下蛋小技巧：先拉水，再下蛋，让水是有一点动的状态，你下蛋就比较不容易会发生遗憾的事情。你们觉得蛋会失败吗？吃了一定就是它，比如说粘在锅底呀、我都跟别人说我很会煮饭哦。他上次有跟我说他很会煮饭啊，我只是不熟锅具这种东西，对这个东西没概念。Yeah， 我觉得我蛋煮得很漂亮。等到汤又开始滚了之后，你会看到蛋已经比较成型。我会不会出镜啊？你会看到蛋比较成型了。这个时候，你把面倒到汤里面，然后就可以大概煮个5把火关小一点好了。欢迎来到秋葵料理小教室。现在才想到讲这种话，我会不会毁掉那个蛋呢？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打开你的乖乖，先吃1颗。你觉得要下多少啊？如果以辣度来计算的话，我觉得我要下半包。好，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下乖乖喽。这真的有合理。会不会大错特错？不知道。现在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大家还记得上一杯瑞卜西瓜牛奶吗？它变得很像气死的感觉。为什么啊？我觉得可以关火嘞。现在就可以来吃它。我觉得所有东西，它。对啊，它真的多一个很像 cheese 的味道椰奶味，对，椰奶味。那我可以吃这颗蛋可以啊，有蛋刚好。会煮蛋吧？就跟你们说我会煮饭，这锅上很像喷有一点那个，因为它会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起来，就我不确定它会不会好吃。网络上的讯息不要每一则都相信，你可以去尝试，但要有思辨的能力。好不好吃呢？我来告诉你。
觉得辣度真的被下降很多它吃起来就那个辣度就已经接近我平常只加1/3包的辣度，但是那种香的味道没有被改变。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乖乖它会融化之后，它会有一点像，它会裹在面体表面，然后面会吃起来有一种真的很像是你放了一片起司上去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喝完酒，然后你真的觉得肚子很饿的话，它很好吃。很好吃哦。我觉得它蛮好吃的，因为它会有一个椰奶味，因为有煮蛋的关系，它有一个蛋香在里面，然后它本身的辛拉面的味道真的，因为我可能加了算蛮多的乖乖，辛拉面的味道整个已经没有这么辛拉面了，它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商品了。所以如果你想吃辛拉面的话，就不用加啦。但是如果你觉得很有趣，你可以试看看，我觉得蛮好吃的真的假的？以后会试试看吗？我回家，如果我家有乖乖跟辛拉面，我可能真的会这样吃。要不然你吃一口看看，你要吃这一碗吗？我都可以啊，我面煮刚好。对啊，是不是蛮好吃的？就跟你说，我很会煮面吧，就有一股椰奶味。大家知道乖乖有一个，你如果在机台上面放乖乖，它就可以保佑机子乖乖。所以什么，好像很多地方就是有工程师的地方都会把乖乖放在电脑上面啊，或是机子上面。然后好像说，如果今天那包乖乖突然不见了，然后就会出事。台积电之前有订5000包客制乖乖，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乖乖放在台积电的机场里面，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客制乖乖。接下来我们要做第2碗是维力炸酱面加花生酱，感觉蛮好吃的耶。我们先滚水好了，在这个滚水的同时，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再多加一点乖乖下去吃看看，就是我想要让乖乖在还没有融化，只是沾到汤的这个过程的感觉。当油条，老油条，汤吃顶，来喽！人生就是会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好像没必要了。那他如果有面呢？就是不确定哦。就不必要做这件事情，真的不必。你可以把它让它融化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做这件事。下一步，我们撕开维力炸酱面。维力炸酱面有很贴心的给2个碗，我们今天不会喝到汤的部分，所以我们打开之后，先把汤包取出，你下次宵夜想喝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煮。喝那汤吗？我其实蛮喜欢的，可是好讨厌的。我跟你说，我听过最可怕的事情是有人把汤跟这个夹在一起煮，就是煮成汤的。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好啦，虽然我们也是把乖乖丢进去，没有什么话说人家，对不起。维力炸酱面要怎么煮呢？就是你把面放进去滚水里面，在这同时，赶快煸好你的酱，因为面其实煮很快。我们需要快一点把酱抹上去，花生酱。他说跟调味包1:1，所以你的调味包有多大包，你就要放多少的花生酱。失败，超忙，然后大失败，没有啦。等一下，可以，相信我可以耶，可以的。先加酱，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比照这个酱料的量去准备花生酱。这个是它的酱料，准备多少的花生酱呢？就是跟它一样，所以我们就挖1匙花生酱，感觉会很好吃就是无麻感麻酱面，准备跟差不多的量就好了吧？我觉得超久。好，当你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的面已经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面煮的怎么样了。关火。接下来就把面捞出来咯。要记住，维力是一个很棒的干面哦。其实我喜欢在煮这种干面的时候，还是让面有一点水分，不然你会很难拌面。大家会做这件事情吗？还是大家会喜欢吃那种很干的面？我不吃汤的泡面。真的假的？所以刚刚辛拉面你是 OK 的吗？除非它有再加额外的东西让它汤，不然我很讨厌它里面那种是味精的味道嘛。你说那种泡面会有的泡面味？对，泡面味我很讨厌这个味道。我们现在，你看完全没有理摄影师讲话。我们现在就要把面拌一拌。拌面要怎么让它看起来很厉害啊？很香的。我觉得很多面摊都没有这么好吃。
你都还没吃。香气十足的感觉。你们知道我以前在面摊工作过吗？就是不管是阳春面摊还是凉面店，我都有工作过。真的假的？我跟面好像蛮有缘啊，认真的啦，认真的。那你会切那种吗？我会，我超会切卤哦。阳春面摊是我亲戚开，我是小时候都会去，暑假的时候会去打工，然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切卤味。那种麻酱面的味道，真的哎，很香哎，大家看到了吗？真的很像麻酱面呢，超香的。我觉得比我小时候打工的面摊还要好吃的感觉。亲戚耶，还在开吗？目前没有了。那它也是有原因的啦。对，现在就来吃看看加了花生酱的维力炸酱面吧。其实说真的，我比较喜欢吃泡面的话，比较喜欢吃干面。在这之前，我要先试一次很厉害的卷面方式，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好难呐、好难，太难。维力炸酱面，麻酱口味版，真的假的？就这样哎、你有吃过巷口干面吗？有吃过一次，可是我有点忘记味道。还有一个麻酱面，就是我觉得好吃，是好吃的，但是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新消息带给我，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啊，可以，感觉热量很高的一碗面，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哎，你要不要试看看？我很常问你要不要吃看看，交给摄影师。它变很干嘞。它变很干，这个时候好像可以加一点水，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刚好。 OK， 是不是就是维力炸酱面麻酱口味版？它变得没有那么咸，然后变得它很浓郁。它会多一个浓稠感，然后如果喜欢吃那种很浓的麻酱面的人，应该会。我觉得会喜欢呢，就是那种麻酱味很浓厚的那种，因为它如果放凉掉，就会变麻酱凉面的那种感觉。麻酱面是用花生做的吗？还是胡麻？胡麻是花生吗？我觉得里面应该都有放花生，觉得蛮好吃的啦我一。直以为麻酱面是芝麻，花生芝麻吧。花生芝。我觉得如果以一碗改良过的泡面来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麻酱类的，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加，很好吃。就是我是喜欢麻酱的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持个人的特殊喜好，就是我吃麻酱面的时候会再加醋，那个味道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或许它加醋也会很好吃。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像麻酱面，这个也是我会再加吃的。就是如果我加有花生酱的话，我会想要加可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加一点点糖，我觉得有点干，所以我现在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加了之后没那么干。麻酱面到底要很干，还是应该要有一点湿度？我觉得是看派系吧，有些人可能喜欢很干。如果相对于喝酒完要吃的泡面的话，我觉得刚刚的辛拉面比较适合喝酒完吃，因为它有汤，你会下去，你会整个很有暖的感觉。等一下，它也有汤那我会选它。你会选它？我会选它，因为我觉得汤很难喝。就它就是一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大家吃维力炸酱面应该还是会把汤煮来喝吧。我们现在来做第3道料理，它就是统一肉燥面加沙拉酱加蛋。至于要怎么做呢？首先你需要先把水煮好。Again， 你觉得泡面用泡的还是泡面用煮的比较好吃？我觉得它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它用煮的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今天只是宵夜要吃，我可以接受吃泡的。如果你今天想要在正餐的时候吃泡，就煮一下吧。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就是你的那种，虽然还加了更多不健康的东西耶。蛋蛮健康的。在等面煮好的这个同时，就可以来做它的调味，把所有的调味料加到碗里面，加入油包。大家知道统一有出一个，就是统一肉燥有出一个罐装的统一肉燥，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跟这个统一肉燥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的。我们家有买过，然后我甚至怀疑就是它是坏掉，就是事实证明就是没有，但就觉得它的味道跟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想要吃统一肉燥，千万就是吃它就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加蛋，直接把蛋整颗倒到这里面。啊，说会打蛋，知道怎么开？OK， 他说加入1大匙的沙拉酱，我们沙拉酱应该没有限牌子吧？就沙拉酱1大匙大概是多少？说1大匙，就在3、2、1，好，差不多就这样子。你们要把它清干净，我们是简简的客家媳妇，然后结果是原住民。然后下一步就是把它们所有东西拌在一起。这时候你可以就把火关掉，对吧？因为你已经煮过了，搅在一起，我看不出它有被搅在一起啊。
所以我不需要搅在一起，只要把蛋拌匀就好了。说的也是接下来就是把面装进来，大家就是可以，如果锅子不烫，大家就拿锅子起来吧，小心烫到哦。然后下一步拌均匀。有没有吃过干的统一肉燥面？对于统一肉燥面，我真的有好多不同的。我有吃过，可是我觉得很油我小时候，我阿公就特别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吃统一肉燥面，然后他吃统一肉燥面还会再加一匙味噌，对，是干的哦，就已经是干的，你已经觉得酱料有够咸了，他要再加一匙味噌，然后还会再加盐巴。我小时候就是都跟他偷吃这个，因为我阿妈其实不准我们吃这些东西。我小时候觉得好赞啊，然后我长大之后就有自己煮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咸了，超难吃的，就是咸到不行。就是如果你要吃干的话，你可以就干的吃一次就好。我觉得它看起来有点像刚刚的红牛奶酒，但是我觉得它出现在一碗咸汤里面，就是应该还算 OK 吧。我觉得我应该要先喝看看汤。我跟各位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美乃滋没散，所以我刚吞了1匙美乃滋。可是我已经拉很开了救命哦！它看起来是拉很开了呢。我刚刚已经这样搅拌大概200次，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美乃滋？它是不是就？可是它就没办法，有一个料理失败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料理失败了，各位，太精彩了吧？不行为什么美乃滋没办法融到汤里面？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我觉得汤蛮好喝的它喝起来有一个奶味。网络上是说喝起来会像豚骨拉面的感觉。因为豚骨拉面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奶味的东西，就是它会有一个油脂的奶味、牛奶味，我觉得蛮像有点高汤感，就是那种。但是你还是知道它是统一肉燥面，统一肉燥它本身的味觉还是存在在这碗面里面。你感受得到有其他的味道，但是真的会有点变成像豚骨拉面汤。但是面的话，就是它就是你知道统一肉燥面。我觉得面体本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面体本身吃起来就还是统一肉燥面会有的样子，就是它也没有因为这个汤改变了而让这个面有跟着改变的感觉，就是还好。我觉得步骤来说，它比加花生酱还要麻烦，也比倒乖乖下去还要麻烦，所以我这个大懒人，我就会选择不要，我在家才不要做这种事情。可是我刚刚还是有喝到一点点没有溶掉的美乃滋，不知道是不是我搅得不够均匀，它就会在嘴巴里面，就是你知道。跟你的舌头缠绕，然后你觉得OK，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搅拌完，说不定如果它搅拌的彻底，说不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它还是统一肉燥面，就是没有特别的进化或升华到什么地方，所以好像也不用再多做这件事情。你不如把蛋留下来，然后煮成一颗蛋，你吃到蛋本身可以得到的喜悦还会更多一点点。什么都要拿给他吃，反正他等下我没有吃完的，他也会吃完。海边很饿吧，多吃点呢，对不对？就是统一肉燥面味道本身很重啊。统一肉燥面太厉害。对，它的存在感太强，它没有不是难吃，只是就是多一个味道而已。对，它就是多了一个奶味。好啦，今天的实测就到这边，大家觉得哪一个是你觉得看起来最好吃？3个如果真的要我评比的话，我会把维力放在第1个，第2个是辛拉面。统一肉燥面你就好好吃统一肉燥面就好，我觉得真的不必多此一举。尝试吗？就是我都用多此一举来形容，因为它吃起来就还是统一肉燥面，它没有其他的改变，我就觉得那就这样吧。大家想试吗？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辛拉面里面好像还蛮适合放一些生菜的，就是放一些菜，什么番茄或是高丽菜吧，我不确定，感觉它会变得更厉害。其他的麻酱面你就当麻酱面吃就好了。OK， 大家有想看我们吃什么吗？想看我吃什么吗？我下次要吃什么？开始烦恼下一次主题菜，所以就算你们没有留言，我还是会知道自己生产出一个新东西，对吧？你要发出声音，大家看不到你点头，对吧？对 ，Yes。如果喜欢秋葵，请订阅我们，按下小铃铛，有任何话都在下面跟我们说。那我帮大家挑一首《水滚之舞》。